作为国防的重要一环，印度一直想打造自己的千里眼。虽然印度运载火箭涂装的颜值还是很高的，第一级的火箭燃烧时火焰还是比较壮观的，类似于我国的长三甲运载火箭。但印度的天空之眼间谍卫星发射失败了，印度航天目前落后中国几十年，失败乃成功之母。印度不要灰心，被中国超越了，可怎么办？据印媒报道，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今年第二次使用 GSLV 火箭发射地球观测卫星的任务遭受巨大挫折，由于火箭低温阶段的性能异常，此次任务无法完全完成。据悉，印度地球同步卫星运载火箭 F-10核心级没能按计划烧毁，将火箭推向预定轨道路径。印度在此次卫星升空之前，发射授权委员会按计划清理了甲板，以进行正常升空准备工作。火箭第一级和第二级的性能是正常的，但是在第二阶段关闭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些紧张的时刻。低温阶段没有点燃，致使任务失败。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现在将成立一个故障分析委员会来分析异常的原因。印度发射这个卫星是为了频繁提供大面积感兴趣区域的近实时图像，被称为先进的空中之眼，能够帮助印军规划行动，主要通过在无云条件下频繁地提供对次大陆的近实时观测来提高印军能力。印度所谓的感兴趣区域会不会是中印边境或印巴边境？频繁提供实时图像会不会是视频呢？印度发射同步静止卫星会不会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定位系统？答案是肯定的，但现实是残酷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印度想和中国一较高下还差得太远。印度本想在独立日为莫迪送上一份贺礼，却不曾想成为了一个大炮仗。火箭发射失败导致卫星掉落到印度洋，对努力了多年的印度航天人员是不小的打击。此次失败应该能让印军冷静下来，印军在中国边境应该能消停一会儿了。中国对印度卫星发射失败不是幸灾乐祸，印度应该反思自己的不足，不能受他国的挑拨对抗中国，应当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于印度的进步，我国也不能松懈。万一哪天印度试射成功了，中国边境的压力会比现在大。对这次印度卫星发射失败，印度网民非常不满意。印度的空中之眼间谍卫星就这样没了，中国每周都能成功发射一枚火箭，没得比啊！印度面对失败要有承担的勇气，不能失败了就怨天尤人，分析事故原因才是关键。对此，我们应冷静看待印度间谍卫星发射失败。近日，美国又重提中国威胁论，警告中东盟友远离中国，不要让中国建立军事基地。美方直言，中东盟国一方面和中国建交，另一方面却希望美国能提供保护，哪有这么好的事？其直言，中东盟国这样的举动给不了美国安全感，并要求中东盟友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个选择。事实上，美国炒作中国军事基地威胁，根本原因就是认为美军战机技术会被泄露，害怕中国抄袭。因为美国准备向阿联酋兜售 F-35先进隐形战机，而中东盟国对中国的亲近使美国感到担忧。中国一旦在阿联酋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军事武器不仅会存在技术风险，美军还会受到威胁。不得不说，这是美国惯用的套路。所有的事情都毫无凭证，就随口对中国进行污蔑。从根本上看，这只是美国的打压借口，想让中国处于孤立的境地罢了。令人意外的是，在美国对华孤立时，印度却立马改口，直言不与中国为敌，并向国际告诫各个国家要正确看待中国的崛起。据媒体报道，在谈及中印两国冲突时，印度空军参谋长巴达乌里亚直言，印度不会和中国发生全面性冲突，不仅这些情况现在不会出现，在未来也不会出现。在他的话语中，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和中国为敌是一种错误的选择。而印度的这些表态也很是微妙，谁不知道印度算得上美国的小跟班？然后一则信息表明，印度前后的变脸只因卫星发射失败。据悉，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发出声明，由于技术上的缺陷，地球观察卫星 EOS-03 宣布发射失败。在媒体的透露中，这次是该组织今年的第二次发射，但是该卫星未能顺利进入预期航线，最终以失败结尾。有意思的是，这颗卫星随后被媒体细细披露，指出其主动功能并不是运用于自然灾害监控，而是用于军事监控，方便印度军队能够及时做出行动，进一步维护边境地区安全。这么一说，印度的立马改口就有点意味。毕竟中印两国就边境问题没少起冲突，在中印两国会谈后，两国就边防问题达成一致，打算分别从边境退军。但是印度也是典型的心口不一，在同意后却没有履行其承诺，而是偷偷的向边境大量运兵，扩大军事力量。印度现在的维护中国很有可能是缓兵之计，害怕中国会向两国边境出手，到时候印度可就危险了。随着中印关系愈加紧张，不少印媒也开始时不时渲染和鼓噪中印之间的对立情绪，使得印度国内不少民众对中国有反感情绪。这不，印度空军参谋长巴达乌里亚表示，
印度不可能与中国之间发生全面的冲突。印度为什么这样说？分析看来，印度这是在示弱。很简单，明知不可敌，印度也不是傻子，不会平白找死。况且，印度的经济也在高度依赖中国。日前，印度媒体印刷报援引中印双方官媒的统计数据报道，中国与印度的进出口额在2021年上半年增长了65%。这种激增完全显现了中国在印度市场举足轻重的地位。数据显示，中国占了印度整个市场16%的进出口总额。印度拿什么招惹中国？不少媒体对这一数据表示十分震惊。毕竟，光就印度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印度就离不开中国，哪有资格再跟中国抗衡？中印之间也迎来了一定程度的破冰。印网一度声称，此次有望将中印边界的消极接触缓和或达成谅解。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是，印度居然在双方关系稍微有点缓和的时候，开始了他的挑衅行为。根据印媒最新报道，印度陆军所列装的 T90主战坦克距中印边境40公里处的高原训练。不仅如此，这个高原的海拔有4267米之高，当时军演训练区的气温更是一度跌至-45°C。有分析人士认为，印度此举就是在向中国传递一个信号 ，T90主战坦克可以在极端低温的环境里正常作战。由此可见，印军这是学上了美国的老做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然而，中国超过印度的可远不止这些。能在低温下作业算得了什么？中国150式轻型坦克的作战能力一出场，恐怕 T90主战坦克连跑的机会都没有。要说在高原作战，没有什么比150式轻型坦克更加适合的了。不但整体重量轻省，可以灵活变动，近年来的改进也使得150式轻型坦克有着正面穿透 T90主战坦克的能力。印度有什么资格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综上，我们奉劝印度好好谋求发展，别想着来占中国的便宜。若肯老老实实，中国也能抬手放过印度。但若始终执迷不悟，只有让人贻笑大方的份儿。毕竟解放军不是好惹的。近期以来，美国为了能够维护自己的霸权，以及维护自己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对中国一再干扰。拜登政府宣称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挑战，于是不断对中国打压，其中打台海牌就是美国的一项重要手段。中方一再的警告，台海问题就是中国的底线，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可美国还是一再的试探，认为这样就可以牵制中国，但实际上是大错特错。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美军印太总部司令阿奎利诺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应对任何突发情况。若是台海地区出现紧急时刻，美国完全可以援助并能够应对。此外，阿奎利诺还在此次论坛上就中国南海等问题发表了言论，并做出了一系列的评价。对此，我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立即回应此次事件。谭克飞表示，近期，美军一些人士屡屡发表一些涉华议题，并做出了不负责任的评价，渲染中美对抗，这样的行为极为可耻，很有可能导致中美两国局势再次升温。我们一再表示，台海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但是美国官员却把我们的警告当成了耳边风，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蔑视和践踏。正人先正己，欲言先自省。我们敦促美国恪守国际基本准则，先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再来谈论其他国家的事。此外，中国军队将一如既往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领土的完整，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这样的行为就是对中国底线的践踏。中方一再警告美方立即停止对台海地区的干涉，但是他们还是贼心不死，想要干扰中国的发展。可这样的想法完全就是不可行的。中国统一的决心坚不可破。美国多次干涉中国家内事的行为，不仅起不到任何作用，还会增加两国之间的矛盾。我国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认为，中方已经不止一次的警告美国的这种错误行为了，苦口婆心的规劝美国，台海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双方核心利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的空间。但是从美国的表现来看，台海问题一天不解决，美国针对的小动作就不会停止，所以我们必须加快统一，因为这是外域势力挑衅我国的主要途径，只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挑衅就会迎刃而解。054A 型导弹护卫舰是美国核潜艇的克星，它的战斗力到底有多强？今年6月，我国航母编队在南海演习过程中，054A 型护卫舰发现美弗吉利亚级核潜艇，美潜艇迅速上浮，离开了南海水域。据英国防务周刊简释报道称，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最近下水了我国海军第32艘054A 型护卫舰。054A 型护卫舰排水量约为4000吨，可进行防空、反舰和反潜作战，是一艘性能良好的军舰。不仅能进行近海作战，还能进行远海作战。
05-4A 型护卫舰在亚丁湾护航和军事演习等任务中表现良好。今年，在美国不断的施压下，我国快速扩大海军05-4A 型军舰是不错的选择。与驱逐舰等大型军舰相比，护卫舰的成本更低，而且可以更快批量的生产。正是由于性能优良，得到了巴基斯坦4艘订单。随着新批次05-4A 型护卫的服役，老批次05-4A 型护卫舰退役以后，在国际市场中也会有不错的销路。新批次的05-4A 型护卫舰表面上看没有太大改动，但貌似直升机起降甲板会更长，直升机库改成平顶，或为搭载海直20直升机而进行的修改。05-4A 型护卫舰是美国潜艇在南海无所遁形，中国有能力将美军潜艇拒之中国海域之外。虽然如此，但中国并没有进入美国军备竞赛的圈套。中国舰艇数量的增长是理性的，是符合国情和经济增长的，并没有像苏联一样陷入漩涡。美国海军南海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可不单是为了把第一岛链往西延伸，更是为了其控制全球的野心。中国海军舰艇数量的增长，就是为了粉碎美国的阴谋。美国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却换来了悲惨的结果。美议员汤姆·科特表示，美国海军已经不能战胜中国，美国海军士兵的心理素质更让人担忧。另据奥前少将吉姆表示，美军经常在盟军的联合军演中遭遇惨败，美国目前想挑战中国，显得是那么的无力。据美媒报道称，中国海军舰艇数量超过360艘，美以不能和中国比较舰艇的增长速度。美海军部长麦克表示，根据目前美国的国防预算，维持300艘舰艇是合理的，难怪美国福特级航母一再推迟服役日期。航母服役将意味着负担舰员工资和保养维修费用。美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穷，而航母除了跟美国脸上贴金外，并不能带来任何收入。美国应该收缩撤出第一岛链，回到第二岛链不更安全吗？